西游记第67回，拯救陀螺禅性稳，脱离秽污道心清。这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战胜了黄眉怪，赶紧逃离了小雷音寺，向西赶路。走了1个多月，师徒四人就来到了一个叫做七绝山的地方。要说这七绝山呢，也是一座世所罕见的怪山。只见这山延绵800里的距离，整座山上长满了柿子树，而等到柿子成熟，就掉在地上，也没人管理。经历了无数冬夏，这些柿子呀，就全都腐烂在山上了，散发出迷人的恶臭味儿。而且此地呀，不仅有座臭臭的山，还有个大妖怪。话说3年之前，此地出现了一个妖精，遇见牛吃牛，遇见羊吃羊，遇见人呢，则会把人一口吞掉。当地的陀螺庄村民就深受其害，他们呢也曾经找过一个和尚要来收服此妖怪，结果呢，和尚的小秃瓢被打成了烂西瓜。后来呢，村民们又找来了个道士帮忙，结果呀，这道士却被妖怪淹死在溪水之中。还好，他们现在遇到了救苦救难的孙悟空，有他在，肯定不会让这妖怪为非作歹了呀。正当村民们向孙悟空诉苦的时候，突然间黑云幕幕，天昏地暗，这妖怪又来了。所有人都赶紧回屋避难，连猪八戒也是赶紧挖了个坑，把脑袋给埋了起来。而孙悟空却运用火眼金睛观察起这个妖怪来。原来啊，这妖怪是一条红鳞大蟒，只是身强体壮，性情凶残而已。要论起武艺呀，就根本不是孙悟空的对手。孙悟空先是把这条大蟒蛇赶到了臭臭的七绝山上，之后呢，则趁着这蟒蛇要吞掉自己的功夫，钻进蟒蛇的肚子里，又玩起了各种各样的游戏。没多长时间啊，这蟒蛇就被孙悟空给活活的折腾死了。孙悟空打死了妖怪，可面对眼前臭臭的七绝山，却是一点办法没有。这孙悟空不行，那就轮到猪八戒大显身手了呀。只见啊，他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头大猪，竟然在一堆堆又厚又臭的柿子当中拱出来一条可供师傅行走的路，这才让师徒四人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七绝山。其实啊，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呢，吴承恩是绞尽了脑汁儿，想要推陈出新。西游记之初，这些困难主要是由妖魔鬼怪组成。从文章的中期以后呢，大量的地理类型的困难就越来越多。先是遇到了宽阔的通天河，之后又遇到了荆棘岭，而这回呢，则是别出心裁的七绝山。面对这些困难，就不是打死1、2个妖怪就可以解决的事儿了，需要的是动更多的脑筋，干更多的事情。现在呢，师徒四人终于穿过了七绝山，前面他们究竟还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